大家好，我是林佑丽，欢迎来到健康永驻。今天要聊的事情，可能关系到您或您家里长辈每个月能不能多出几千块的生活费，所以请您一定要耐心看完。我常遇到很多叔叔阿姨，明明日子过得紧紧巴巴，口袋里没多少现金，只有一间自己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，却因为听别人说有房子就不能领补助，白白放弃了政府每个月发的好几千块津贴。一年算下来，那可是接近10万块钱啊！这笔钱要是拿来付医药费、买菜、添件新衣服，该有多实在。所以今天我不讲别的，就专心教大家怎么看懂政策，怎么顺利通过审核，把该得的权益稳稳拿到手。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，记得点一下订阅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对您有用的资讯啦。首先，大家一定要建立一个观念，政府的这些补助，本来就是我们年轻时缴税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。现在年纪大了，收入少了，拿来照顾我们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完全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。很多长辈一听到补助2个字，就联想到低收入户，脑子里立刻出现家徒四壁、没饭吃的画面，觉得自己还没那么惨，所以连问都不敢去问。其实啊，您搞错了，除了低收入户之外，政府还有一个专门设计给广大普通长辈的福利，叫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。关键就在中低收这3个字。它不是说您得穷到一无所有，而是说如果您的生活水准在中等偏下，日子过得有点紧，就有机会符合资格。这跟低收入户是完全不同的2条路，门槛没那么吓人，但领到的钱却非常实在。那具体能领到多少呢？我告诉您，这笔津贴是分等级的。如果您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困难，审核通过后每个月可以领到7759元。如果状况稍微好一些，但也只是过得去，每个月还是能领3879元。您别小看这3800或是7700，一个月多这些钱，水电瓦斯费或许就有着落了。一年下来，4万5到9万多的额外收入，不管是拿来定期看医生、买营养品，还是过年过节给孙辈包个红包，都能让您的眉头舒展不少。这绝对不是一笔小钱，而是能实实在在改善生活品质的助力。所以请您务必把我的话听进去，不要因为怕麻烦、怕被拒绝，或是觉得申请补助好像很丢脸，就放弃了属于自己的权益。去公所问一下，不用花钱，申请也不用钱，试了有机会，不是就永远没有。我知道，讲到这里，很多长辈心里开始打鼓了。您一定在想，可是我名下有房子啊，我也有儿女啊，这样还能算中低收吗？佑丽在这里要很肯定地告诉您，真的有机会。但是您得懂得里面的规定和技巧。政府审核这个津贴，主要看3样东西，第一是年龄，第二是收入，第三是资产。年龄最简单，只要您年满65岁，户籍在您要申请的那个县市，比方说您住在台中，户籍就在台中，这一关就过了。真正复杂，也最容易让人搞糊涂的，是后面2项，收入和资产。这也是最多人误判，甚至自己吓自己导致不敢申请的关键。我们先来谈收入这一关，这是审核中最常卡住的地方。政府规定的全家平均每月收入，指的是把全家人赚的钱加起来，再除以全家的人口数。如果算出来每个人每月不到34000元左右，就有可能符合。但这里要注意了，全家的定义不是您户口名簿上的人，也不是实际跟您住在一起的人，而是法律上的全家。这包括您自己、您的配偶，以及您所有的子女，不管儿子女儿。不管他们有没有结婚，有没有跟您同住，甚至不管他们几十年没跟您联络，在法律上通通都要算进来。我猜您听到这已经想摇头了。对呀，很多长辈就是在这里气坏了。明明儿子早就成家立业搬出去住，几十年没拿钱回家，电话也没几通，结果只是因为他在科技公司上班，年薪几百万，一计算平均收入，自己就被刷掉了，1毛钱都领不到。这听起来很不合理，对吧？但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，因为他认为子女有抚养父母的义务。不过，您先别绝望，这一关其实有应对的方法。我今天就是要教您这些内行人才知道的技巧。如果您的子女虽然有收入，但因为某些特殊状况，实际上根本没办法供养您，或者您就是独居，子女不闻不问，您是可以去争取排除计算的。第一种状况，如果您的子女刚好失业了，或者正在放无薪假，请记得一定要去申请失业认定证明或无薪资所得证明，在您申请津贴时把这份证明附上去，这样在计算平均收入时，这位子女的收入就会被视为0。
不过它依然会被算入全家人口数，分母变大了，总收入不变，平均下来的数字就会拉低，您就更容易通过审核。第二种状况也是最常见的，关于女儿的计算，很多长辈会觉得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，不应该算进来，但法律上女儿和儿子是一样的，都要列入计算。不过，如果您的女儿嫁到夫家后，夫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好，或者女儿是家庭主妇没有收入，还要照顾公婆和孩子，负担已经很重，这时候您可以主动请求社工介入评估。您可以向社工说明，女儿虽然是直系血亲，但她有自己的家庭要承担，实在没有余力抚养您。如果社工实地了解后认可这个状况，有时候就能将女儿排除计算，或者把她需要抚养的子女也加入分母，这样平均收入也会降下来。第三种状况，可说是关键的一招，就是当子女失联或曾有家暴行为。如果您的孩子早已离家出走，音讯全无，或者他曾对您有家暴行为，您手上持有保护令，根本不可能指望他拿钱供养您。这种时候，您千万不要被动的让政府直接去调他的税籍资料，您应该主动向社会局说明家庭状况，申请社工访视，请社工亲自到您家里看一看，让他们看看您一个人居住的环境，冰箱里是不是空荡荡，身体不舒服是不是没人带您去看医生，您就把真实的生活困境老老实实说出来。只要社工在报告里认定这是特殊个案，认定子女没有实际的抚养事实，政府就可以依法将这位子女的收入排除计算。很多独居长辈就是靠这一招，成功把那些高收入但不承担抚养义务的子女资料剔除，最后顺利领到津贴的。所以，该争取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家丑不可外扬，在生活面前，面子真的不是最重要的。讲完收入，我们接着来看资产。资产也是让大家很紧张的一关，它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动产，就是存款、股票这些能随时动用的钱，另一种是不动产，也就是房子和土地。我们先说存款，很多勤俭的长辈辛苦存了一笔老本，户头里可能有100-200万。这种情况确实会比较严格，因为这个津贴本身是要帮助眼前经济较紧的人。政府会规定一个限额，例如全家平均每人的存款加股票不能超过某个数额，像台北市大概一人是15万，其他县市可能11万、12万。如果您和老伴一起算，就是2个人的存款加上子女名下分摊给您的额度，不能超过标准，有时候只是超过几万块就被退件，真的很可惜。这时您可以试着解释这笔钱的用途，比如证明这是为了将来预备的医疗费或丧葬费，通过申诉管道去说明。但我更建议的做法是，在申请前一段时间做一些合理的资产规划，把该花的钱花在必要的地方，比如老房子漏水严重，就拿来修缮房屋，牙齿不好需要做假牙，就安排牙科治疗，或者家里冰箱、洗衣机太老旧该换了，就更换成省电安全的新电器。把这些改善生活、保障健康的支出单据留下来，让存款余额降到标准以下。这绝不是教您脱产，而是鼓励您把钱用在刀口上，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，也满足申请资格。不过要提醒，大额现金提领最好有消费凭证，避免被误会刻意隐藏资产。接着是最关键的不动产，也就是房子，这是最大的误区。我见过太多长辈，因为觉得自己有一间公寓，铁定不符合资格，所以连问都不去问。各位，政府评估房子价值看的不是市价，而是公告现值，这两者差距非常大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您的房屋税单，上面有一个课税现值，那个数字通常比市价低很多。一间在台北市价值2-3千万的老公寓，公告现值可能只有几百万，甚至更低。政府规定的标准通常是全家名下的土地和房屋，公告现值总额不超过600多万到800多万，各县市不同。如果您名下只有一间自己常年居住的老房子，又不是什么豪宅或精华区的昂贵地产，通常都不会超过这个标准。所以千万别用自己的心理市价把自己吓退了，一定要以税单上的数字为准。不确定的话，带着税单去公所，承办人员用计算机一算就清楚了。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，如果您是农保的伯伯，已经在领老农津贴了，怎么办？老农津贴每月约14000元，和中低收入老人津贴只能择一领取，而老农津贴金额较高，当然继续领比较划算。但这里有个重要知识点，如果您的配偶没有农保身份，但他自己符合条件，是可以独立申请中低收入老人津贴的。不
不要以为夫妻只能领一份，只要配偶那边资格通过，他就能领自己那一份津贴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，结果少领了一份钱。那么具体该怎么申请呢？流程其实非常简单，您完全不需要花钱找代办，自己跑一趟就能办好。您需要准备的东西有：第一，申请人自己的身份证和印章；第二，邮局存折封面复印件，补助金会直接汇入这个账户；第三，全户的户口名簿记得申请全户的，不要只有个人那页。如果子女有特殊状况，比如身心障碍证明、失业证明、在监证明或失踪报案证明，也要一并附上。资料准备好后，就到您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或乡镇市公所，找到社会课或社会人文课的柜台。您不用紧张，直接跟承办人员说：“你好，我想申请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。”他们就会给您表格填写，并透过系统查询相关的财税资料。现在政府机关电脑都连了线，只要您授权，他们就能调出全家人的收入与资产数据，非常方便。送件之后，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审核，过程中社会局可能会打电话给您，或者安排社工家访，您就照实说明状况，不用特别紧张。如果审核通过，您会收到政府的正式公文通知，补助款会直接拨到您指定的账户。最棒的是，这笔钱会从您申请的那个月份开始补发。比如您10月去申请，11月审核通过，那么10月的津贴也会一并发给您，不会吃亏。万一审核没通过，被退件了怎么办？千万不要就这样放弃，一定要问清楚退件的原因，是存款多一点，还是某个子女的收入过高？如果是存款问题，可以调整后再重新申请；如果是子女收入问题，可以尝试申请社工访视，走申诉流程。很多案件第一次被电脑系统筛选掉，但经过人工审查，社工了解实际家庭困境后，最终翻案成功的。因为电脑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社会福利的核心精神就是要照顾真正需要的人。只要您的情况确实有困难，政府是有弹性机制可以协助的。也要提醒大家，这个津贴资格每年都会重新审核一次，通常年底会进行总清查。如果您的状况没变，一般会自动延续，但如果家庭出现变化，比如子女结婚、人口增减或资产大幅变动，可能会影响资格。如果收到资格取消的通知，先别慌，尽快去公所了解原因，看看有没有补救的空间。最后，佑利想跟各位长辈说几句心里话。我们台湾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实设计得不错，但它的缺点就是比较被动，公务员不会主动打电话请您来领钱，所有的福利都需要您自己主动踏出第一步，去申请，去询问。您不去敲门，那道门永远关着。很多人因为爱面子，觉得申请补助像是乞讨，怕被邻居朋友知道。请大家一定要转变这个想法。我们年轻时认真工作，缴税，为国家社会贡献了大半辈子，如今年纪大了，体力不如从前，国家用我们曾经付出的税金来支持我们的晚年生活，这是合情合理的事，是我们的权利，绝对不是施舍。尤其对于只有一间老房子，每月生活费却捉襟见肘的长辈来说，这每月几千元的津贴能让您吃得好一点，看病轻松一点，生活更有尊严一点，这就是最实实在在的养老支持。所以看完今天的分享，请您现在就动起来，翻翻您的存折，看看您的税单，简单评估一下。如果觉得有机会，明天早上吃过早餐，散步到附近的公所去问一问，那里有冷气，有耐心的承办人员，问询完全免费。就算最后没通过，您也只是花了一点时间，没有任何损失。但如果通过了，您就每个月多了一笔稳定的补贴，这不是很棒吗？如果您的邻居、老同学或朋友也是类似状况，有房子但手头很紧，请您一定要把这个讯息分享给他们，或者简单告诉他们，去公所问问中低收入老人津贴，说不定符合资格。您的热心分享可能会帮他们找回每个月几千元的买菜钱、医药费，这是真正的好事，功德无量。好康道相报，大家互助，晚年一起过得更安心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，分享您申请的经验，或者提出您的疑问，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。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，也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我是林佑利，这里是健康永驻，我们专注提供对银发族生活实用的资讯，懂政策，不吃亏，领福利，不漏接，顾好荷包，晚年心安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